是这样啊，我们在对这个胎儿的畸形的认识，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我本人来讲，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产前诊断，也是一个学习和进步的一个过程。尽管已经年资深了，但是有些东西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完善中。比如我们前些日子听到讲座，就是这个胎儿的畸形，尤其是一些孤立的畸形，相对的来讲就会好很多。比如说你单纯的一个心脏病，就是心脏有问题，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或者单纯的一个脑部的问题，比如说单侧的这个侧脑室有一点宽，或者是怎么样啊，或者是单纯的一个肾脏的问题，比如说输尿管的扩张怎么样，必须是单纯的单一的孤立性的改变，这样的情况就会好很多好很多。就是我们只纠正一个问题，出生以后只纠正一个问题，那么就没有问题了，前提是其他都没有问题。当然最基本的染色体基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往有合并多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容易引起遗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这个胎儿他心脏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注意有没有脑发育的问题。往往心脏异常和脑发育异常，它有的时候是伴发的。什么叫伴发？它可能是某一个基因的问题导致了两个脏器的异常，两个脏器的发育异常，这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发现了。比如说这个人胎盘老是有问题，但是你久而久之发现他最后引起胎儿泌尿系统的异常，比如说那个尿道的异常跟这个胎盘的异常，它有的时候是相连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发育问题，一个基因的异常等等，很多东西它是关联的。它怎么关联？就是因为它的遗传基础是异常的，比如说有基因突变，那么恰巧这个基因突变会导致两个脏器的形态的异常或者是功能的异常，这个是我们逐渐发现的。所以说孤立性的相对好一些，如果是多发的，一定要考虑到是不是有遗传基础的问题。这里的遗传因素并不是指爸爸妈妈，是指你的遗传物质，也就是基因染色体是不是有突变，这个东西要引起重视总之单一的孤立的预后就好很多，如果是复杂的复合的多个的，就要打个问号，有可能未来结局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好，可能还出现其他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个是要引起重视的。